好过我是 Tim，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后台节目。好过我是 Tim，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后台节目。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之前我们讲过制作动画的全流程，但在一部好的动画作品里，我其实更好奇的是人物本身。就起码在我看来，人物是电影创作的核心，因为在创造人物的时候，如果把握不好，很多形象就有可能会陷入到恐怖谷效应的这个困境。那比如像这个，还有这个，虽然说不恐怖，但是看着就觉得非常奇怪。那所以到底如何在动画里塑造一个打动人心的角色形象，给他性格，让他能够真实可信的动起来呢？很幸运，这次我们得到机会去探访了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的制作团队。那如果你有看过《白蛇缘起》第一部，一定都会像我一样，有被他精良的画风和人物给震惊到，给我留下了很多过目不忘的场景啊。那尤其是小白和许宣被困在地宫里的那一段，非常带劲。所以这次我抓住了机会，带着好奇和疑问，走入到了他们的诞生地——追光动画，来向你揭秘，到底如何才能创造出一个深入人心的动画人物呢？白蛇缘起的结束之后呢，就开始构思这个续集，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大概3年左右。在整个动画制作流程中，最早介入人物创造的就是动画角色设计部门，他们就像是电影人物的塑造者，在拿到剧本之后，就开始根据世界观还有发生的时代来设计人物。之后再根据他们的性格来进行更细微的服饰，还有妆发以及道具的设计。我们最大的标准是符合角色，一定要符合角色的性格，符合角色的身份，这个是一切的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会考虑一些，比如说他的这个色系呀，比较符合他的感受。我自己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小青的。他的个性不仅体现在他的这个外表上，他整个的性格也是非常的刚毅，非常符合当下我们对女性的这种一个比较全新的解读吧。完成了角色设计之后，就会进入到故事版环节。这就像是电影中的分镜一样，你可以看到故事版和成片的内容其实基本一致，人物的表情和构图都非常完整。那当然，在真人电影拍摄之中，也会需要在拍摄前有分镜头的制作，但不一定要像动画故事版这样这么精良。那比如说姜文导演的分镜啊，就相当的抽象。什么叫惊喜？那在故事版完成后，就进入到了3维动画制作流程之中。在这之前，他们会提前做出一些人物的模型和动作，像演员试镜一样和导演进行确认，来提高效率，减少返工次数。试镜通过之后，视效部门就会开始接手制作，他们会进行大规模的建模，并给人物进行骨骼的绑定，添加上千个关节，让他们能够正确的动起来。当人物能够被自由支配、随意动作的时候，他就将进入动画部门来进行表演的调教。我们团队大概有40多人，然后呢，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些人物能够充满各种性格的运动起来，去给观众传达情感。动画师们可以说是角色背后的演员，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部门。在拿到这一场戏的时候，他们会根据这场戏的内容自己先演一遍，然后再按照镜头来进行一个实拍，给到导演，导演就会在其中挑选出最接近角色感觉的表演，再按照它来进行制作。那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发现他们每个人的工位上都有一面镜子，这就是为了方便动画师们在制作过程中随时能够参考自己的表情来画出正确的动作。等到表演确定之后，动画师就会开始让他们按照表演来动起来。那在第一阶段 blocking 环节，他们会给关键情绪 pose， 就是把一些关键的情绪表情还有动作给制作出来，形成整个动作大体的框架，然后和导演确认之后，再进行 animation， 也就是细节动画这个环节，来继续深入刻画更细腻的动作和情感。 K 动画这个事儿其实是非常漫长的，在追光动画师其实效率已经很高了，比如说计划1天完成1秒，就这个水平其实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了。那在这个环节就会用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法则，就是动画12黄金法则中的关键动作法，也就是一段动画表演中进行关键动作的绘制，之后再加入细节使其连贯。那既然提到了12法则，我就简单来介绍一下。那提前声明，我只是个小白，只是学过这些理论知识来分享一下，如果有问题还请多多指教。那它最早是在19世纪30年代由迪士尼的动画师们总结提出的。这些法则主要是为了让动画中的角色更有真实感，能让观众相信角色的真实性。那直到现在，这12条法则也是动画师们都一直在学习遵循的道路。那我就挑几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法则中的第一个，就是挤压和拉伸。在现实世界里，事物进行了碰撞都会有一些变形。那比如一个球砸到人脸上，你会看到人的骨骼和脸部的肉都会发生变形，而且速度还不一样。那在动画之中，它就是用变形和夸张的方式来赋予人物角色更多的生命力，使它看起来更加有弹性和活力。
那很重要一点就是在绘制过程中，物体虽然会变形，但是它总体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宝清房主旁边的2个小妖就加入了很多比较夸张的挤压和拉伸效果，让这2个角色的表现更加卡通化，充满活力，以符合这2个角色的设置。在 3D 动画里，就会用到肌肉、皮肤的运动等技术算法，通过模拟动力学和各种牵拉来进行实现。那比如《白蛇缘起》里面，宝清房主走下来，膝盖和肢体的弯曲，就会显得人物会更真实和生动一些。那同样为了让人物更加生动，预备动作法则也会经常被使用到。那简单来说，就是人物在进行下一个动作之前的反向动作，人物就会有个反向用力准备的姿势。这种方式可以加强正向动作的张力，同时也能给观众一些期待。那如果你看过《猫和老鼠》，那里面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会注意到人物的运动全都具有变速，也就是说它的移动不是一个恒定的速度，这就要涉及到渐入渐出这个概念。那其实很好理解，正常人物在运动的时候不是突然开始突然结束的，所有运动都有它的时间点。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跑步的时候，大家都是缓慢开始，再到加速，再到缓慢减速，再停止的。所以在动画里面，人物的动作也需要遵循这个原则，不然就会显得非常生硬。那在人物做主体运动的前提之下，你还会经常见到他们的一些小动作，那这就是次要运动法则。那顾名思义，就是人物在做主体运动的时候加入的第2动作，让人物的情绪更加直接传递给观众，那使人物更加鲜活。那比如《猫和老鼠》里面这个经典名场面，他们就在走路的这个主要动作上加入了生气的表情，还有握紧的拳头这种次要动作，来放大他们的情绪。那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核心还是在于这个次要，就是它不能影响到主要的动作，来吸走观众所有的注意。那其他几个法则也非常有趣和重要，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了解一下。那虽然12法则是在早期2D 动画中总结出来的规则，但放在3D 动画之中，也基本都能同样适用。所以不管在《白蛇缘起》还是《青蛇劫起》里面，我们都能找到很多依据。而这么多的法则，其实都是为了增加人物在运动中的生动性还有信服力。我们不想让观众在影院里看到这些动作的时候说啊，这个人是这么做的。我们希望说，这个我们设计的动作，大家其实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但是他感受到了这个人物性格。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动作是设计成功的，就是他已经融入在了这个人物的一个整体状态里边。言归正传，那在人物动作完成确定之后，接下来又要返回到视效部门，给人物穿上衣服，渲染出头和衣服道具上的毛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非常多的麻烦，比如在动画阶段，人物呼吸动画在衣服没有解算的时候非常自然，但衣服解算之后就有可能出现不自然的状态，所以又会要回到动画部门重新来调整整体呼吸的幅度。那同样也包括白天和黑夜下人物的皮肤和材质是否会有问题，头发的设置能否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得自然等等，都需要反复来回的打磨，到最后再放进整个场景之中。到此，一个动画人物就这样从无到有的诞生。我要找到他，只怕也不是你记得的那个人了。小白，阿轩，姐姐她不会回来，我们走了。姐姐，我不甘心，这心中执念我不会放下。姐姐，我是觉得说，这个角色从性格到外表，应该是让大家觉得是可以接受，以及可以理解、共情他。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观众可能看起来觉得很平常，但其实都是做了大量工作，才能让它看起来是自然的。也许你经常看到一些影视中的特效还有动画，觉得你想去学，但是离你又太遥远，触不可及。我怎么可能有一天能学到这么强的大厨的水平？但是说白了，技术永远都是在不断更迭和进步的。那比如说虚幻4、虚幻5这样的引擎，功能越来越强大，容易上手，甚至像在玩一个游戏一样。我自己回想起来，几年以前我也做了很多动画和特效，可能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你不应该去想你离这个大厨的距离有多远，而是你应该更在意我能否坚持每一天都在不断训练，去进步这么一点点，到最终你回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我已经进步了这么多。所以说，热爱某件事，干就完了，好吧？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期再见。跟近几年其实整个环境是比过去10年好了很多。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个作为创作者是非常幸福动画电影不是只是给小孩看的，观众的需求给到我们很大的信心，然后我们知道观众其实是很希望看到属于中国传统题材的故事。一定要去电影院看《青蛇》，谢谢。